简斌，你降是不降？降与不降有何区别？今日你我一战，无论胜负，只怕这天下便再无天机国了。那好，本王今日便与天机王一战，开城门！压下去！是。你可知自己败在何处？既然已败了，多说无益。想要如何处置本王，悉听尊便。听说你很爱拿捏人心，为王者，御下自有其术。你真以为人心是这么好拿捏的吗？不用再说了，本王现在不想听这些。哼，什么本王本王，你也是王，我也是王。不妨你我静下心来，好好聊聊。你想听些什么？敢问南肃王，劫水城一役到底是何情形？真没想到天机王会有此一问。战局已定，莫非那一战有何不能为外人道的隐情？还是说，天机王若真想知晓，那本王便说与你听吧。其实，本王并未杀死齐之侃。什么？未杀？那他人现在何处？有人要我留他一命，如今我已将他送去别处了。何处？你觉得现在问这个还有意义吗？你还是会杀了他。没错，如此将才，若不能为本王所用，那便不能将他留在这世上。说到底，都是本王对不起小琪。没错，要不是你心中存疑，又何至贻误战机？本王又如何能如此轻而易举拿下你天机国？你以为
是你手下的密探，暗中探知了齐之侃与旁人密信往来吗？若非那人有意露出破绽给你，他的人便是在你宫里走上几遭，也不见得会被旁人发现。说来也是可惜呀，这节水城其实算不得一战，本王并未能与齐将军真真正正的在战场上厮杀一场。不算一战，那算什么？我南肃大军为节水城半月有余，期间派细作渗入城中，亦有所图。可齐将军带兵严明，动摇军心不是易事。不过这百姓可就不同了，事关生死，他们眼中看不到别的，一句屠城就乱了他们的阵脚。所以因为如此，小七才开了城门，将节水城让给了你。齐将军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，面对大军压境，他会无惧，但面对一城百姓被屠，他狠不下这个心来。小七，本王负你了。你是天机的王，给你留个体面。来人呐，将天机王的佩剑还给他。一夜细雨绵延，清冷的月光洒向你的腿影夜夜。你送别的回卷，离业者的志愿，还等在空寂窗前。城外的残垣边，马蹄奔驰烽火，无心停歇。一张盔甲，一缕牵挂，风沙埋百卷思念。乱世风雪。我现在就可以当着王上的面立下重誓，若是国师能令南肃退兵，并永不再进犯我天机国，那我便于王上与诸位大人面前自尽谢罪。过千年，明月如绝尘，生息在腰间。半生缘，被忘的瞬间，心淌着血。夜低禅，多水远，送流年。月光绝，被忘的瞬间，心淌着血。多水远，平无来。夜低禅，多水远，百年前。齐将军，打算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。
这个时候，玉清大约已经攻破辉阳城了。不知道玉清会怎样对待王上？应该不会让他太难堪。亡国之君，怎样都是难看的。便同我这样，不管居于何处，总会不自觉地感到难堪。你是要助玉清吞并天下吗？他想不想要天下，与我无关。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小七，不如你离开吧。本王知道，当初你原就不想随本王入宫的。若本王不是天机的王，只怕也想一走了之。属下岂会不顾王上，一走了之？你的忠心，本王知道。本王从未想过，有朝一日，小七会与本王意见相悖。这套战甲，本王每日都在替你擦拭，从不另弃蒙尘。至少本王还是天机的王，难道就保不住你一个人？末将当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当真是与我生分了？你曾数次救我于危难之中。承君器重，无以为报。小七心里是不是对本王颇为失望？属下此生为王上之命侍从，纵使肝脑涂地，亦难报君。也罢。戚将军，是决定杀了我，给天机王报仇吗？杀了你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戚将军，今日我四国在此处祭祀天地，但求同心抗敌。结盟！皇上，微臣刚刚收到消息，齐将军阵亡了。齐将军？哪个齐将军？驻守哪里的齐将军？是天机国的齐之侃齐将军。齐之侃？齐之侃？
就你此前跟公王提起过的天机国上将军。你之前不是提过，许他统领节制天玄兵马吗？怎么就阵亡了？据说，南肃军兵临节水城下，齐将军为了百姓免遭屠城之祸，下令开城接受招降，自己则以身殉国了。果然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怪不得简兵那样倚重他。曾经求朕，王上，切莫沉迷于悲伤旧事，多加珍重才是。如今南肃来势汹汹，天玄还要您来主持大局啊！王上可听到什么？听到什么？你没听到吗？公孙，是你近来太过劳累，出现幻听了吧？哦，是微臣唐突了，突然听闻齐将军阵亡之事，所以有些心神不宁。多事之秋难免忧虑。前些时候，孤王在擦拭此剑时，竟觉得剑上有符印凸显。竟有这样的事？那后来呢？起初本王确实有些奇怪，但后来便想通了。大概是孤王在花院廊下试剑之时，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投下的影子印在剑上罢了，并不是什么怪事。那是何时的事呢？就前几日，孤王宣宁武后进宫的那次。竟然是那一日。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公孙乾、齐之坎、裘震与我，必定是有某种牵绊。这些剑，先生这边请。先生稍后片刻。先生来了，不知先生营夜来访，是要告诉本王什么紧要的消息吗？天命。天命。早前有个传言，说天机笃信巫蛊，不是立国的正道，所以才会招来天谴，导致天灾人祸频发。这个传言如何来的，先生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哪来的什么天命？所谓天机遭受天谴一事，
的确是由我和王上一手炮制，但天命一说确有其事，有人见过。哦，真有此事。君天启坤帝驾崩之事，想必王上也听说过一二。那王上知道那个刺客是谁吗？他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兵强马壮的君天，又何故会因为启坤帝一事而一败涂地？愿闻其详。刺杀启坤帝之人，乃是天玄王上灵光的心腹裘震。他不仅刺杀了启坤帝，更要紧的是，他还带走了一柄剑，这才使得君天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。一柄剑，此剑乃是上古神兵，蕴含无限神力，只有天命所归之人才配拥有。拥有此剑者，会被天地神明所庇佑，必能开土裂疆，四海沉浮。若非天下正统，即便拿到此剑，也只会招灾引祸。君天和天玄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哎，本王从未听过这样的传言呢，不知先生是从何得知的？王上，恕在下直言，隔着一道月之山，消息的确不会太灵通。天命之说，在君天诸国，历来都是王室秘辛。莫非你以为他们会满大街贴告示不成？这天下从来不缺想当天下共主之人。先生说的话也是有几分道理。王上，不心动吗？在下先告退了，您再好好想想。大人，如今之计，只能如此了。朝中已然无将可派，兵力折损过半，就连守边都已颇为艰难了。丞相大人，太尉大人拟定的调防图，下官已经仔细研究过了。以天玄当下的局势，此调防计划最为适宜。就如此去办吧。明日禀明王上，即日起，天玄国全面封闭边境线，将主要的兵力都布防到天机与南肃的边境处。是。惠阳城已经被南肃占领，据斥候回报，南肃的先锋军继续向北推进，不日将到达天机与我国边境。天书如何应对，请王上示下。各位大人是什么想法？我等昨日所议，觉得如今应采取守势。南肃军虽骁勇善战，但毕竟是长途征战，粮草供应会是一个大问题。加之南肃地处南方，我国处北方，现下天气渐凉，拖上一些时日，南肃人难御严寒，必定不战而败。其他大人有什么看法？凌司空生前为王上督建的防御要塞，足可以抵挡数月。臣亦觉得，上将军所提之议可行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办吧。臣遵旨。天命之说，虽不能尽信那人之言，但也值得考虑。我已打算派人暗访此剑，此事尚未有合适人选。下回，你能否以稍微正常的方式出现？那多无趣！你不觉得我每次出现的方式都很有创意吗？我一直认为，王上该让你去摆戏术，而不是待在现在的位置。长史所说可当真？那下次您见到王上的时候，可记得一定要跟王上说呀。我现在给王上回一封信，你待会儿派人送出去。真想自己去一趟，想来许久没有见到那个人了。哎，我说长史，我发现您真是无趣的紧啊！之前竟一直不好奇那人长什么模样，也不好奇那人什么做派。你怎么跑来了？难道家里……哎，放心，那些人不敢造次。早前与南肃一战实在惨烈，那日若不是吴将军有意为难，借故遣走在下，在下与副相大人就是永别了。这么说，吴知远与你还有救命之恩。说笑了。这朝中诸事烦乱，人心不稳，日后还要多多依仗于你，好好用心啊。谨记大人教诲。大人，在您生病的这段日子，也没什么大事。基本就是方才与您提到的那些。哦，倒是还有一件事情。对，多半是乡野胡说，也当不得真。既然这样，不如说来听听。若是有趣，就当个乐子吧。近来王城里面传言，有一把上古神兵，代表着天命正统。如果谁得到此剑，就能率领100万神兵，得神明庇佑。还有这等事，的确挺有意思。也不知最初是哪个说书先生瞎编的，这1传10，10传100，越发的有鼻子有眼了。最神奇的是，据说这命定之人手持此剑，就能看到凡人所不能看到的符印。那把上古神兵长什么模样？小的也没见过。街上都是这么谈的？坊间都是这么谈的。这个时候冒出的天命之说，倒不像是说书先生能胡编的，怕是有人有意而为之。长史所想，倒是和本王所想一致。王上，那位先生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王上，坐吧。
我因何事请你过来，想必先生已是心知肚明。那是自然，想必王上已经想好了吧？上次先生所言极是，隔着月之山，本王的耳目是没那么灵。本王现在也对那天命之剑有些好奇，想要一窥神韵，不知道先生可否助本王一臂之力？那王上能给我什么？哎，自然不会让你白白帮忙。本王送你天玄一国，作为报答，如何？若是天命在我手里，这天下都是我的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既然先生愿意告诉我天命之剑的存在，那想必他应该比天下更能入先生的眼。好，此事就依先生所言。凡是有需要协助的地方，先生都可以派人持信物前来。我明日便离开天机，在此先与王上告辞。先生一路多加珍重，本王就静候佳音了。王上，回去告诉你们统领，芷渊已经放出去了，让他把线给我攥紧喽，否则本王必让他滚回百戏署，天天喷火。是。众大人，王上的旨意，小的带到了，请即刻随我启程。内侍大人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收拾行李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事后来报，南肃军先锋已拿下当初割让给天机的5座城池，不日就要兵临我处了。